把他锁进屋里，他疯了，他要杀了本宫。杜莹莹浑身是血，拿着匕首踉跄着追了出来。王妃的侍卫见状忙围了过去，他们要制服杜莹莹就很容易，这帮人一拥而上，将她拖回屋里，回头就把屋子给锁了起来。王妃娘娘，要是杜夫人死了，王爷不会放过您的。本宫好心来看他，还带了2个稳婆来帮他接生，结果呢，他居然要杀本宫。是他冒充剑南王妃。统统拿下！你敢！来人，把他们给杀了！侍卫们立刻拔刀杀来，这些侍卫竟一个都不是陈虎的对手，几下都被打趴下了。你是假王妃，该抓；你是真王妃，朝廷律法藩王及藩王妃擅自离开封地，罪同谋反，更该抓。兄弟们，若她是真王妃，那咱们可就立大功了。陈虎，门锁了！陈虎大步过去，抓着锁头一扯。刘星儿傻眼，他推开门，见杜莹莹倒在血泊之中，没有动静。去找2个稳婆来，我要给她施针。于半仙几根针扎下去之后，杜莹莹就缓缓睁开了眼睛。夫人莫怕，那个假王妃已经被抓走了，这会儿于先生在救你，你肯定会母子平安的。好妹妹，别救我，让我带着她一起去死。你傻啊，你和他有再大的仇怨，也不必舍去自己的性命，孽种又如何？你可以让他将来帮你报仇啊。你的力量不够，难道把他培养起来力量也不够吗？你想啊，他儿子帮你报仇。杜莹莹听他忽悠，竟觉得十分有道理，眼底瞬间就升腾起了一股求生的欲望来。夫人，老夫现在为你施针，引孩子自己调整方向，但是此针法对你的伤害比较大，但若是不施针，那老夫就只有剖腹取子这一条路，你活下来的希望更加渺茫。您施针吧，不管如何，我都会把他给生下来的。星儿，若是我没了，这个孩子我想交给你，让他姓杜，他杀了我满门，何该还一个血脉，给我杜家延续香火？你知道的，我这细胳膊拧不过剑南王的大腿儿，你最好别没，你要是没了，可就真管不了这阳间的事儿了。爷，您不能进去，里头滚！剑南王一脚踹开徐公公，黑着一张脸闯了进去。滚！当初我就说不留下这个孽种，留下做什么？就为了等今日让曲江月来折磨我，好叫我一尸两命。大公爷，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？王爷，您别来刺激他了，不然可就无力回天了。刘娘子，还请你跟我说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刘星儿看了眼后面，叹了口气：“您往后退一退，别挡着路，一会儿会有人送热水什么的进去。”剑南王一言后退几步，刘星儿就直接说了刚刚发生的事情。对了，于半仙说，夫人的胎位本来是好的，但是如今却被人深深推得不正了，9成9的概率夫人会死，只有半成的概率救下孩子。刘星儿故意说的严重一点，吓唬人。对了，我提醒一下你，你大老婆还在衙门，要救还是要干啥，你该早点安排。刘星儿说完就推开门进屋帮忙去了。等到于半仙开的第2副药煎好端进来，杜莹莹都疼得快晕死过去了。把那个男人喊进来给他灌药。剑南王忙跟着柳星儿进去了，一言把杜莹莹抱进怀里，他小幅度挣扎。莹莹，你提的要求我都答应你，但只有一条，你必须好好的，我才会让咱们的儿子姓杜。你别怪我心狠，你知道我这个人一向说到做到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放过曲家的。莹莹，你得活着，活着才能看到我收拾曲家，对不对？杜莹莹在他怀里软了身子，他这才把药给灌下去。喝了药之后，杜莹莹的肚子就更疼了，忍不住惨叫出声。你回家去，让人把我请神仙的硬东西搬来。等下的场面太惨，于半仙不想柳星儿看，还没生孩子呢，别给吓得不敢生了。柳星儿一走，杜莹莹的惨叫声愈发凄厉起来。早知今日，我当初就不该起让她怀孩子的心。当初他就是想用孩子拴住杜莹莹，杜家灭门的事情他也没办法，他只是个执行者，并且他
他已经尽力了，只是有些事儿尚未尘埃落定之前，他不敢告诉任何人，包括杜莹莹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哎呀，拍了屁股孩子不哭，这小脸也憋成这样了。不好了，夫人血崩了！剑南王目眦欲裂，别说灭屈氏的门，就是灭他九族的心思都有了。而于半仙这里也不轻松，老人家一边给杜莹莹扎针止血，一边给婴儿扎针强心，一心二用，手上的金针都快被他给扎出残影来了。剑南王这会儿甚至连呼吸都是压着的，就怕影响于半仙施救。他其实想喊于半仙不要管孩子，只管杜莹莹，然而怕他一出声打断了于半仙，怕于半仙慢一拍，杜莹莹就没了。时间漫长的让剑南王以为光阴已经走完了一生，终于听到了一丝柔弱的婴儿啼哭声。于半仙必去隔壁休息，让剑南王帮着稳婆给杜莹莹擦拭身体、换衣服、换被褥。现在他能不能活，看天意。小的暂时跑下来了，但是容不得半点闪失。你家大娘子再来闹腾一次，母子两个必死无疑。老夫提醒你啊，救人2000两一个人，活不活都是这个价。那个向天齐命的钱啊，你得另外付。杜莹莹怎么样？能活不？老夫能做的全做了。人老夫给你治了，神老夫给你求了。你现在要做的是多做善事儿，别去寺庙里添什么香油钱。有那钱呢，多帮几个孤寡，多救几条人命，比什么都强。哦，对了，这道县城的路，你派人好好修一条宽敞的吧。修桥铺路啊，亦是大功德一件。多谢老先生提点。很多老百姓都看不起病，不如您找些人去义诊，顺便赠药吧。只要是平民都免费，说不定能救下很多人。剑南王觉得柳杏儿说的十分有道理，于是当即就命人去办这件事儿。陈虎回来的时候，柳杏儿躺在床上睡觉，这一上午折腾的倒不是累人，但是累心。他喊来秋婶儿，问柳杏儿什么时候回来，又问了问杜家那边的情况，就去作坊看看有没有不妥当的地方，帮他规整。杜莹莹在第二天总算是醒了过来，但人还是很虚弱的，喝了苦药汤子，再喝2口热乎乎的甜甜的果茶，她的神情都舒展了很多。你好好休息，我研究研究什么好吃就做了，给你送过来。你要是饿了就喝点鸡汤鱼汤，我给你带的小点心里也有果酱，你愿意吃就吃点。杜莹莹轻轻点头，然后闭上了眼睛。剑南王亲自将柳杏儿送出去。多谢柳娘子，若不是柳娘子规劝，莹莹她早就已经放弃了。我也没说什么，但杜夫人或许自己都没发现，她是爱自己肚子里的孩子的。说完，她稍微行了一个礼就走了。哎呦，柳娘子来了呀！哎呦，我们夫人醒来就一直念叨着您呢。你们都下去吧。屋里的人包括奶娘都纷纷退下。柳杏儿看着杜莹莹身边躺着的小婴儿，心也跟着柔软起来。孩子不喂奶的时候，我让他们就放在我身边，我如今一点都不恨这个孩子了，反倒是觉得他投生在我的肚子里实在是运气太差了。看你怎么想，投胎是个技术活，也是看缘分，你们之间肯定有斩不断的羁绊，他才会投胎到你的肚子里。我小时候啊，自打能记事，就每天有干不完的活，挨不完的打，每天没工夫想别的，就连寻短见都没想过，每天像行尸走肉一般活着，直到他们把我抵债给了虎哥。那个时候我以为自己要死了，觉得也挺不错的，谁知竟被虎哥给救活了。但那以后我才知道神还有别的活法。其实我也不是想劝你什么，命是自己的，人生也是自己的，只要你做出决定之后不后悔。是我钻牛角尖了，我不会放弃的。就为了一个万世，竟什么都顾不得了，自己的王妃关在牢里面也不管，一天天的就窝在乡下，也不怕被人弹劾。你就是仗着朕只剩下这2个兄弟了，再杀再废朝堂那帮人得闹翻天。那个屈氏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一个万世都容不下，还当个屁的王妃啊！你去传朕的旨意，屈平义教女无方，闭门思过3个月。是陛下。去拟旨，把定陶县、武安县、
牛头县马陵县赏给剑南王当封地，恭喜他终于有了血脉。陛下，剑南王的封地已经够多的了，您这不合适啊。没啥不合适的，他连柿子都不要了，多给他点地咋了？另外在他外甥住的地方附近找块风水好的地儿，赏给他建别宫，抠抠搜搜的住农家小院，成什么体统？回头他要是出尔反尔又想要柿子了，这几个地方朕再收回来就是了。商才好几天啊，就又出去。定陶县是除了你没有人用了吗？崔之义手下并不缺人，怎么就可着你一个人用？小媳妇不高兴，陈虎反而高兴起来。你这人就不能把衣服穿好了再出来吗？万一有人进来了看见怎么办？陈虎这时从身后抱住了他，有点湿的脸在他的脖颈上像猫似的蹭来蹭去。你不想给别人看你男人，是怕吃亏？你愿意给谁看就给谁看，就是脱光了去村里跑一圈我都没意见。小没良心的，竟这般恶毒。说完，他就撩起柳杏儿的裙子。柳杏儿强撑，当他觉得自己和那秋日里被秋风刮落却无法落地，晃晃悠悠的落叶一样的时候，实在是忍不住求饶。我错了，虎哥，你悠着点儿，咱这以后成不成？那你是承认了你口是心非，其实你稀罕我，对不对？柳杏儿已经被他调理糊涂了，无无依依的回答对对对。既然你稀罕我，那我就让你稀罕个够。我不稀罕，以后再不接话了。真他娘的不想出去，就跟你在这屋子里厮混一辈子才好呢。男人就该志在四方，大白天的说什么恐怖故事，想吓死我吗？你就不怕我有危险？再说了，你现在这个店这么挣钱，把我当个小白脸养完全可以。瞅瞅你一身的皮子，磕磕巴巴的，哪哪都是伤疤。小白脸不说肤若凝脂，至少身上没那么多的疤啊。还有，人家小白脸多温柔啊，谁像你跟蛮牛一样？说，你心里的小白脸是谁？他不说话，就挑衅地看着陈虎。陈虎还真被他给看出了几分火气，直接亲了上去。柳杏儿哪受得住他这般狂风骤雨般的侵略？我不喜欢小白脸，真的不喜欢，我只喜欢你这样的。真的？我的确不够温柔，也的确浑身都是伤疤，手掌也粗糙得很，而且还总是滴溜着刀干活，让他担心的时间太多了。真的，我说的是真的。柳杏儿抬手捧着他的脸。好吧，看在你说的这么真诚的份上，就原谅你惦记小白脸的事儿了。你是我的，心里不许惦记别人。不惦记别人，就惦记你。陈虎舒坦了，也安心了，翘着唇角去重新收拾行囊。这次要出去多久啊？不太清楚，要是时间太长，我就不干了。回来你养我。好。陈虎满意了，走之前来亲了亲他的额头。你睡吧，我让人不来打扰你。帐子里的柳杏儿闭上眼睛，听着他的脚步声远去。要平安回来啊！谁在那儿躲躲藏藏？小的是桃花关给太后娘娘送丹药的。这是什么？回陛下的话，这是补血养颜、延年益寿的丹药，是我们关主专门寻天材地宝为太后娘娘炼制的。既是太后用的药，那必须得谨慎对待。这丹药需拿去给太医好好看看，朕也要亲自为母后试药。气死我了！这丹药那么难得，替我试药就试到了别的女人身上，男人果然都不可靠，都是自私鬼。他必须加快速度，不然皇帝就会让后宫的那些小妖精给迷昏了头。天开始亮了，有人钻被窝，柳杏儿就醒了。熟悉的味道，熟悉的大手，她还以为自己在做梦，小手不老实的摸下去，哟呵，这梦这么真实的吗？陈虎哪受得了，翻身掌握主动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说这次去的时间长吗？这才去几天啊？你刚才迷糊了。迷糊。所以你迷糊了，以为我是奸夫，
是啊，我男人快回来了，你怕是不怕？他可是远近闻名的煞神，能治小儿液体。老子怕他？今儿得让你这个妖精尝尝老子的厉害。你最好乖一点，我好快些，莫被回家的男人给抓了个正着。拔步床再结实，也架不住男人力气大，叽叽嘎嘎的。风停云散之后，柳杏儿趴在男人心口喘息。你怎么就知道我在乡下？半夜县城城门关了，不若先回村看看。你若是在村里更好，若是没在村里，我再赶去县城，城门正好就开了。乖，在睡觉，一路狂奔回来，又紧赶着喂你，着实累了些。又不是我喊你这么干的。我本来想睡觉的，可你上来又亲又摸，没法子，你这么想我，我就是再累也得伺候。柳杏儿顿时小脸通红，陈虎嗤笑，很快就睡着了。柳杏儿打了个哈欠，安心的睡了过去。陈虎是被饿醒的，我去让人把饭送到屋里来，再帮你兑水洗漱。柳杏儿窝在被窝里，软乎乎的应了一声。饭吃完了，陈虎拍了一大卷银票给柳杏儿。从天道门弄的，回头镇远侯把金银珠宝都弄回来了，还得分我一半。我数了4万两银票出来，这回去一趟天道门，把2个老头弄出来的那些迷药都用光了，这些钱得给他们，好叫他们买药材再弄一批。柳杏儿一数剩下的，竟然还有20多万两。他们这个杀人放火的生意，竟比厉害的山匪还挣得多啊！天道门得来的钱，我拿出一半去做善事吧。钱都给你，想怎么花都随你。以后这种钱咱们留出做善事的，剩下的就一人一半吧。你在外头干啥也都需要钱，你那些跟着你的兄弟，你也给人把月钱多发一点。陈虎开心的把银票收下，他就喜欢这种媳妇给他砸钱的感觉。祖父这次回京啊，就去宫里请旨，请封你为世孙。在祖父把府里的事情处理好之前，你就安安稳稳的待在这里。你娘永远都是你娘，祖父不会不让你认的。圣旨？那我岂不是就只有认命？多谢祖父。一会儿我要去村里看看你姐姐，你去不去啊？府传当然要去，圣旨这个事儿，他得听听姐姐怎么说呀。陈虎这个人的能力是有的，就是脾气不太好。先前老夫还说给他谋一个从6品的镇尉校尉，不过他这次他的功劳很大，老夫努力一下，直接给他谋一个正6品的招武校尉。只要他肯努力，肯收着点性子，老夫保证他能平步青云，你也能高米加身。多谢侯爷美意，只是虎哥的事情我一向是不参与的，这些都得看他自己个儿的意思。他人在团练营，不若侯爷明日派人去团练营问问他。你那个男人脑子一根筋，他不乐意呀，所以我才来找你给他吹吹枕头风啊。要说一开始镇远侯只是看在柳杏儿的面上想提拔陈虎，现在镇远侯就是看在陈虎的能力上想把他招揽到麾下。明日老夫会去亲自问他，不过在此之前呢，你可以先跟他说说，福川以后是要去京城的，陈虎跟着老夫也能看顾这些福川，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侯爷即将回京，想来手头的事儿还挺多，我就不留侯爷了。镇远侯噎住，只能起身告辞。柳杏儿送镇远侯离开的时候，给了他一瓶药丸。这是顾太医研制的强身健体的药丸，我知道您好东西多，并不稀奇这些，您随手赏人什么的都行。不想认爷爷，但是呢，给个甜枣也是应该的，不能树敌啊。嘿嘿，稀罕，老夫稀罕的。镇远侯此刻心情飞扬，一扫被端茶送客的幽怨。孙女儿能想着我了，不错不错。姐姐，镇远侯说他回京就去皇上册封我，让我认祖归宗。这老头不讲武德啊！你和孩子都在慢慢变好，这是好事儿。柳杏儿正俯身逗弄着小家伙，小家伙抓着他的手指咿咿呀呀的，小手软得不像样。这么喜欢小孩子，你何不自己生一个？我还年轻，再等几年吧。我现在还没有做好当母亲的准备，这么小的孩子，我怕带不好他。女子避子汤用多了，对身体不好。等将来你想生的时候，说不定就生不出来了。我不吃，虎哥在吃，是他拜托顾太医帮着配的，说对人没啥影响。你让他吃的，他没有生气。我说我不想生，他就去找顾太医帮忙配药去了。
这一把狗粮成功把杜莹莹给噎着了，难怪柳杏儿对陈虎死心塌地呢。和柳娘子说了些啥呀？你这么开心？说陈虎呢，杏儿不想早生孩子，陈虎就去找顾太医做了他吃的必死丸。陈虎这个男人听说是个莽夫，不曾想虎嗅蔷薇，莽夫也有温柔的一面。觉得自己被比下去的剑南王在屋里陪了一会儿杜莹莹，就去找顾太医。顾太医被迫狠赚了一笔。府城来了一个叫楚天师的京城桃花观的观主，是带着太后遗旨来的，给孤儿院捐了100两银子，说是来给太后寻药的。此人身边的人多番打听了江家山的事儿，另外他给了知府几粒丹药，此丹药售卖价格为5000两银子一粒，据说人吃了能延年益寿，长期服用保准能让人年轻10岁。陈虎将丹药拿出来递给于半仙。铜血驻颜丹，没想到这等邪丹竟然流传了下来，如今更是有人在制作。好一个桃花观，好一个桃花庵观主！陈虎，你立刻派人去保护孤儿院，另外再查一下京城这个桃花观，以及京城这段时间可丢过大量孩童。铜血驻颜丹是什么东西啊？用童男童女的心头血为主材料，再配以其他的邪物和药材等炼制的丹药，服用之后有延年益寿、美容养颜的功效。此之外还十分滋补，让人龙精虎猛。还有太后那头也必须查。你担心我？桃花观的事儿你去查有难度吗？不要骗我，若是有难度，咱们就想法子先把水搅浑。我这就去庄子上，然后飞鸽传书去京城。飞鸽传书？庄上养鸽子啦？京城有你的人？有几个，只不过从不联系而已。现在这事儿实在是太大，他不得不动用这些人，这些他想同往事一同忘掉的人。一个知府要挑下辖任何地方的刺儿，可是太容易了。郭知府的人第2天就冲去了府城孤儿院，发现食物里有发霉的米面以及毒蘑菇，把造访的人给抓走，强势派人接手姜氏名下的各种善堂。姜氏还因此被传到府衙问罪。不巧，我娘进山采药去了，没在家。来抓人的捕快要进门去搜。不可诸位，你们手里可没有缉捕文书啊，没有资格搜民宅的。诸位回去也好交差，就照实说是我们大人不让你们去搜，我们大人也是受人之托。镇远侯看上了我们陈都头，想收到麾下，故而请我们县令对陈家照顾一二。那可就没法子了，知府大人还想跟镇远侯攀亲呢。兄弟，我们大人也只是传姜氏去问话，并不会收监，还望你们见到姜氏的时候跟他说一声，这件事总要解决。造访的人换成了知府的人，因为还有个镇远侯，知府不敢做得太过，账房这些人就没有动。造访的人去支取银钱买菜，账房没法子，只能给支取。然而这些人拿了钱去买菜，是给他们这些管事的人吃的，给孩子们吃的是用烂菜叶子煮的黑漆漆的杂粮粥。太后这个时间挑得真好，花好月圆呢，应景。这幅场景一下子就把皇帝给扯进了回忆里，这也是太后为何要选在15的晚上约皇帝出来共赴巫山。她的舞姿很美，皇帝在少年的时候就见识过，那会儿他还是一个备受欺凌的皇子，而当年的太后也因为被先帝宠幸，招了贵妃的眼，让她去当粗使宫女。当年的皇帝被几个兄弟的太监打得半死，还是躲在假山后的他喊了一句陛下，那些太监才做鸟兽散跑了的，要不然当时他的腿可能会断。有了那一次的相遇之后，两个备受欺负的人在宫里就开始抱团取暖。皇帝帮他重新走到先帝的面前，他帮皇帝在先帝面前打掩护，等他成了宠妃之后，又帮皇帝当先帝那边的眼线，吹枕头风陷害别的皇子。等他登基之后，就册封没当过皇后的她为太后，给了她这世间女子最尊贵的地位。甚至太后因为吃醋害死了她的皇后，她也帮太后遮掩善后。皇帝对太后的感情除了男女之情以外，还有这一层在，这也是为什么满后宫的女人都争不过一个太后的原因。母后多日不肯见朕，朕这心里实在是难受。母后的身体可好些了？其实尚未痊愈，只是
担心陛下被后宫的小妖精们勾走了魂儿。说完，太后就嗲了皇帝一眼，这一眼功力不俗，皇帝当即酥了半边身子。母后还同数年前一样，如少女般，岁月就没在母后身上留下痕迹。儿臣倒是老了。哀家精心养护着这身皮肉，不然脸上爬满皱纹，陛下恐怕就会忘了咱们以前的情分，真当哀家是母后了。说起来，哀家的药丸，陛下往后切莫再吃了，那是女人吃的。陛下要是觉得好，就让桃花观的天师专门为陛下开炉炼丹。丹药朕也吃了不少了，清虚观的丹药还是太保守了些。朕就喜欢母后的，还请母后全了朕想为母后试药的小心呢。哀家的好儿子，快说说，最近让哪个狐狸精给勾了魂儿？什么时候把他叫出来，让哀家瞧瞧？行啊，回头母后大好了，朕就命他们去给母后请安。先糊弄着吧。太后满意了，皇帝挥退伺候的人，和太后在凉亭情难自禁起来。你们快看，是不是要下雨了？哟，快去准备雨伞蓑衣。凉亭中，忽然而至的寒意让太后哆嗦了一下，一股恶臭的味道弥散开来。皇帝推开太后，被皇帝伺候的差点上云端的太后就从石桌上摔倒在地。打水来！你先睡，且不用等我，我出去一趟。你小心点啊！你想去看看吗？我可以吗？我带你。柳杏儿正要将手放到陈虎的掌心中，就被于半仙抢了先。你得带我去，那个妖道不废了他的道行，老夫不放心。陈虎没办法，夜色这么美，可现在他得背着老头子飞檐走壁。小子，红颜枯骨，你太执着于表象可不太好啊。别逼逼，不然给你扔了。做法的地方简直惨不忍睹。咋回事啊？一开始是一个道童被风刮来的灯笼砸到了脑袋，脑袋上的头发燃烧了起来。道童倒地的时候又扒拉倒了一个侍卫，侍卫一惊，手上的刀一挥就砍到了旁边的侍卫，然后又有什么盆啊瓢啊啥的被风卷进去，场面就更乱了。到最后他们你砍我，我砍你，就成了这副样子。都死了？没有，这个妖道还有气儿。你们把这些人堆在一起，加上柴火。于半仙仔仔细细地检查了楚天师的情况，这人伤得还不轻。狗东西确实是个邪修，还是个不知道邪了多少年的邪修。于半仙打开自己的包袱，用朱砂和处理过的没有凝固的公鸡血和狗血调制好颜料，在他身上画符。当最后的几个符字画完，楚天师身上的黑气猛放了一阵，然后他就肉眼可见的衰老。你是谁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清虚观运云阳是也。竟然是这个老不死的，他不是云游去了吗？怎么在这儿？你是哪儿冒出来的狗东西啊？不知道作孽多了，死后会魂飞魄散的呀。知道啊，不过只要办法得当，魂飞魄散的就会是别人。本天师就是运气不好，遇到了你这么个老不死的怪物。你若是不想魂飞魄散，老道是有办法的。不过你得跟老道说，这邪法你是从何处得来的？除了你，还有谁知道这邪法？楚天师也知道自己没有别的法子了。当年我和师弟是清虚观外门不受待见的粗使弟子，有一次在后山发现了一个山洞，那本邪法秘籍就是在清虚观后山的山洞里藏着。秘籍在何处？在桃。楚天师忽然眼球暴突，死了。于半仙也吐了一口血，晕了过去。陈虎吓死了都，他连忙接住于半仙，让人立刻去把顾太医接来。老头怎么身体亏损这么凶啊？一夜之间起码老了10岁，你们干嘛了？陈虎沉默了片刻，才将这事儿尽量精简地跟顾太医说了一下。桃花观的香火确实是旺盛，桃花观的丹药也是千金难求，只可惜这丹药太贵了，不然老夫都想研究研究。没想到这丹药竟是那般毒辣的邪物。
立刻把那个妖道的尸体烧了，烧干净，找个坛子把骨灰装进去。老夫要在坛子上画点符，确保他不能投胎，魂飞魄散。您当时可是说……老夫只是说有办法嘛，没说要帮他逃过一劫呀。小老头还挺奸诈的。于半仙折了10年寿命，心中很不舒服，他得赶紧去清虚观一趟，找找狗东西提到的后山山洞。楚天师不是去江家山了吗？他不是飞鸽传书回来说找到解决之道了？狗东西在骗我是不是？被冰雹砸了满脑袋包的太后刚松一口气，耳朵就传来剧痛，一只老鼠在啃噬她的耳朵。紧接着她的脚、手、脸也开始剧痛起来，老鼠们把她啃得血肉模糊，面目全非，偏她就是死不了。也不知是不是那些药丸吃多了，她身体十分抗造，不吃不喝还被啃咬成那个样子，也足足坚持了7天才断气。她断气了，皇帝也没想起来找她。这些江湖门派无法无天，不服管束，把天下搅和得乱糟糟的，收了钱连朝廷命官都敢杀，爱卿灭他们灭得好，天道门的人都关押在何处啊？回禀皇上，都关押在京郊大营的监狱里了。另外，微臣找到的天道门账本里记录了一些官员买凶杀人的账目，奏章上只写了谁买凶杀的燕老大人，顺便夹带私货，把郭知府的名字写上去了，写郭知府对天刀门多有支持。姓郭的胆儿挺肥呀，这个案子你移交给大理寺。对了，这次爱卿立下大功，朕要好好的赏赐你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微臣这次下去找回了失落在外的亲儿子。他声泪俱下的将这个换子的事情跟皇帝说了。哦，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倒霉呀，臣子也这么倒霉。微臣的孙儿柳福川，现下名叫江福川，请陛下下旨，令江福川认祖归宗，改姓寇。等等，这孩子的户籍在何处啊？在武安县。武安县皇帝知道江家山的案子，皇帝记忆犹新，为着这个案子还设了一个县令进去，天降血书的事儿沸沸扬扬的，给皇帝郁闷的不行。武安县的江福川年7岁，养父江水生。皇帝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陛下英明，正是此子。你还是换一个愿望吧。陛下，微臣不明白您的意思。爱卿啊，你知道朕和清虚观的关系吧？江福川他是朕的师叔，有度牒的，你说朕能越过他下旨吗？镇远侯如遭雷击。福川是皇帝的师叔，岂不是清虚观的观主？也要在福川面前恭恭敬敬的喊一声师叔。不过他倒是得了圣旨，圣旨是把现在的镇远侯世子给贬为庶民，发回原籍，然后册封柳二顺，也就是寇还为世子。真他娘的亏呀，亏死了都！明明是来求册封世孙的，结果变成了册封世子。这下好了，除非寇还死了，不然皇帝不可能再给镇远侯府下旨改册世子。咱们的马车很舒服，我已经命人开始做了，做各种规制的，回头肯定能卖大价钱。马车行的生意算你的，别的你不用管，只等着收钱就行了。我拿一半，剩下的你自己收着，随便你怎么花。陈虎凑上来亲他一口。外头有人呢。我又没干啥，不然咱俩真干点啥？反正马车本来就是晃悠。刘杏儿忙捂住他的嘴。我不说了，你肯定分我车行1半的利润，我就想着好好卖卖力气，谢你一番，你还不乐意了？刘杏儿白他一眼。到了府城，陈虎命车夫直奔府城最好的酒楼，刚下马车就被人给拦下来了。你们这马车价值几何？我们小姐买了。刘杏儿乐了，生意上门了呀。陈慧，1万两银子。丫鬟瞪大了眼睛。你想钱想疯了吧？1万两，你咋不去抢？给你100两，多点银子都是看在多了一对轱辘的份上。未来的姑爷稀奇这4个轮子的马车，小姐就趁着他去更衣的功夫，让自己来把马车买下来。哎呦，原来是个穷鬼啊，买不起还敢拦人，瞅着你这么嚣张，我还以为你们小姐不差钱呢。贱妇，
你竟敢诋毁知府家的小姐，你真是该死！你等着，我这就去找人来抓你。难怪这么嚣张，原来你是知府家的丫鬟啊！你早抬出知府家，我搞不好就一害怕这马车车厢就送给你了。现在知道害怕，晚了。说完，他提溜着裙摆就跑进酒楼。居然不把知府衙门放在眼中，来人，去把人给抓了带回衙门。公然辱骂官眷，按律当杖责。小姐，那个男的看起来牛高马大的，区1-2个恐怕制服不了。若是拒捕，就罪加一等。你们都下去吧。侍卫们气势汹汹下楼，发现柳杏儿两口子居然胆大包天的没有走，挺好，省得满街去找这俩人了。郭姑娘，他们人呢？世子爷先前在窗户前不是看见街上有一辆4轮的马车经过吗？小女见世子爷喜欢，就命人去问问他们愿不愿意割爱，打算买下来送给世子爷。岂料他们开价1万两不说，丫鬟觉得太贵买不起，他们还大骂知府衙门仗势欺人，要抢了他们的马车。小女就命侍卫下去理论。现在的人真是，怎么会有这么厚颜无耻之人？郭姑娘，你做的没错，衙门的脸面哪能任由人诋毁？郭姑娘，都是因为在下才……刘二顺十分愧疚，心里觉得郭如真是个体贴且爱重他的姑娘。要是福川娘也能像郭姑娘这样，心里眼里都是我就好了。正当刘二顺愧疚的时候，楼下就传来侍卫的惨叫声。刘二顺的小厮连忙去查看，知府衙门的几个侍卫全都被堵在楼梯上打，还是一个人打他们几个人，他们几个人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躺在楼梯上哀叫不止。刘二顺觉得自己是个男人，去看看，去跟人理论理论还是可以的。世子，你要为我们小姐做主啊！奴婢都说了，我们是知府衙门的人，可他还是下死手。你们怎么能这么目无王法？你们赶快道歉赔偿，不然我必让人将你们绳之于法。不该是命人将此人拿下吗？怎么还说教上了？真的是被泥腿子养大的人，简直上不得台面。世子爷，这两人目中无人，不但不把我们知府衙门放在眼中，还不把世子爷您放在眼中。小女和知府衙门受点委屈倒是没什么，可您是镇远侯府的世子，镇远侯府的脸面。是啊，不能丢了镇远侯府的脸。来人，将他2人拿下。刘杏儿不吃了，站起来转身看向刘二顺。爹，这才多久不见啊，怎么刚见面就要抓我啊？杏儿，你来府城看爹了。世子殿下，下官接到报案，说有人企图对世子殿下不利，企图对知府家的小姐不利，敢问……误会，这都是误会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劳烦大人空跑一趟。确实是误会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都是一家人。慢着，这可不是误会，他强买我不卖，他就带了侍卫要来抓我们去知府衙门。敢问这位军爷，谁去诬告我们夫妻企图对知府的小姐不利，企图对镇远侯世子不利的？朝廷的律法中难道诬告无罪吗？姑娘，下面的人真的不知道你们的身份，还请姑娘看在世子的份上，就莫要为难他们了。是啊，若是知道你的身份，他们肯定不会这般无礼的。照着您2位的意思，说我不是你的女儿，就要被抓去蹲大牢呗？世子，郭如含着眼泪，欲气非气地看着他。刘二顺想着，这和自己女儿差不多年纪的姑娘将要嫁给自己，他不能重蹈覆辙，像是先前让江氏失望那般让他失望。杏儿，你知道爹没有这个意思，你看你和陈虎也没啥，而且陈虎也把郭姑娘的侍卫打了一顿。当时说马车的事儿的时候，你在言语上恐怕让郭姑娘的人给误会了，一来一回之间传话就大家都会错了意，这事儿能不能就这么算了？可怜我这个当女儿的还对你这个亲爹存有幻想，以为以前你不护着我是因为头上一个孝字压着，如今我才算是知道了，就算你头上没有孝道压着，你也不会护着我。都没亲自去过问来龙去脉，就断定是误会，并且听你话里话外的意思，好像是我不好好说话，我有错在先。爹啊，你真是一点都没变。郭姑娘，我这个人怕死，你上次逼我娘自尽的时候我就吓着了，这一次你又赢了。放心，我这辈子都不会主动再出现在你和我爹面前，祝2位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说完，柳杏儿在柳二顺那熟悉的痛苦的纠结的目光中，抓起陈虎的手就走了。柳杏儿神清气爽，这下这事儿传出去，就不是她这个女儿不孝顺父亲，
而是继母不让啊，继母还想逼死原配呢。怎么瞧着你这么高兴？明明被人打扰了吃饭的雅兴。哼，可得谢谢他了呢。柳杏儿把自己的想法跟陈虎一说。也是，到了客栈之后，我就去找人把郭氏曾经要借着江家案子逼死你娘的事儿给传出去，再把前些日子单堂丢孩子的事儿、知府衙门妄图要夺单堂的事儿都传出去。行，你安排。有人跟着我们。跟着我们？几个人啊？5个人，来者不善。一会儿你不要出来，在车厢里看你的花本子。说完，他就让车夫把车停到小树林边上。既然陈虎让柳杏儿安心看书，柳杏儿就安心看书。好汉，在下有眼不识泰山，行错了生意，冒犯了好汉。郭雄让你带兄弟来送命的，你们有什么仇怨？他要这般坑你？我也想知道郭雄他娘的为啥要坑老子。你先找个地方挖坑，把你兄弟给埋了。秀水山庄的剑一般般吧。这个陈虎不是说就一个都头吗？咋还知道我们的老底儿啊？等他把人头啊、血呀、尸体啊啥的弄走之后，陈虎才叫柳杏儿下车来溜达。结束了？算得上结束吧。什么叫算得上结束？有个活口，他能不能留下小命儿，得看他愿不愿意配合。我以为我能捞着一个练练手呢。下回多留2个活口给你练手。挖坑的杀手手一抖，差点没割到自己的腿。这2口子是不是人啊？怎么比我这个专业的还冷血啊？走吧，那边有条小河，我们去河边休息一下。我弄点鱼，你看看怎么弄着吃。烤着吃吧，荒郊野外的烤着吃方便些。如果能找到大点的、薄一点的石头，我就给你做石板烤鱼吃。2人手牵手往河边走，车夫赶着马车默默跟上，心说晌午他怕是不用吃饭了，剩一顿干粮。郭雄是不是想搞你们秀水山庄了呀？朝廷前段时间可是把天刀门给灭了，郭雄在这个节骨眼上让秀水山庄跟老子对上，他的心思挺毒啊。杀手闻言心中一凛，你先前不是问老子怎么才能放过你？你先说说郭雄让你如何对付我们夫妻的。想必你们也知道，灭天刀门的是镇远侯，可你们又知不知道老子的媳妇儿是镇远侯的亲孙女？杀手呆住。啊，还有这回事啊？不行，这个情况一定要禀报给庄主。不说。杀手瞬间回神。杀了你，把尊夫人卖入最低等的窑子。老子可以放了你，不过嘛，你得去杀了郭知府，把郭如卖入最低等的窑子，不用卖远了，就卖在府城中。要说秀水山庄这个药啊，药效属实不错。郭知府被人扛起来挂在房梁上都没醒来，直接掉嗝屁。郭如也是被人装进麻袋卖进暗巷的窑子，当晚就开包，接了几轮的客都没醒过来。知府衙门那叫一个乱，并且消息很快就在府城传遍了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我是知府家的小姐，你们怎么敢？你要真是知府家的姑娘，把你放了，你和你爹都不会放过我们。你呀，就安安心心一辈子待在这儿吧。说起知府衙门，知府大人上吊自尽了，知府后院起火了。我的姑娘啊，你可好好收了你的心呢。什么？爹怎么可能会自杀呢？忘了告诉你，把你卖进这里的那位爷说，你想害的那位姑娘还好好的，没落到你这般下场。凭什么？我是世子夫人，马上就要成侯夫人了。柳氏、江氏，我要把你们全卖进窑子。哼，拖下去灌哑药，能喘气儿是活的，就能给老娘挣钱。明天我们去江陵县，到了那里可以乘船去京城。这是运河吗？对，这就是拖垮前朝的运河。前朝没了，倒是便宜了本朝。有了这条运河，这一片上京城的时间至少能节约10天。明天你想去街上逛逛吗？明天起床就走吧，早点去了京城就能早点见到娘。行，那就早点睡。到了江陵县之后，柳杏儿就去买菜，坐船一坐就是好几天，没有蔬菜只吃鱼，她可受不了。吃的采买齐全，就直接去坐船了。陈虎要的是天字1号房的套房，
书房、客厅、卧室、净房什么的应有尽有。这天，柳杏儿做的土豆腊肉煲刚做好，门就被敲响了。这位小哥，我是京城顺安伯府的管事娘子，我姓徐。我们家小公子啊，吃不惯船上的菜，也吃不惯我们自家厨子做的菜。他闻到你这儿的香味之后，就有了胃口，还请小哥跟你们主子禀报一下，匀出些吃食来与我们。说着，就拿了一块碎银子给陈虎。对不住啊，我家的吃食有限，匀不出来。说完，他就关了门。你这男人怎么这么无礼啊！我要见你们主子，我倒要看看什么样的人家敢看不上顺安伯府。我们夫妻住在这里，没有什么主子。你的要求，我相公已经拒绝了。你又敲门质问，无理的是你才对吧？顺安伯府看上你们的东西，是给你们面子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便是我们主子让你过去做厨娘，你也推辞不得。陈虎懒得跟他逼逼，直接攥起他的衣领，把人扔到了走廊尽头。回屋吃饭。知道顺安伯府的事儿吗？知道就说说。一个落魄户罢了，连船都包不起，我看离垮不远了。京城那些勋贵讲排场，爱攀比，但凡钱凑手，他们绝对会包船，而不是租2个船上的房间。故去的老顺安伯倒是个人物，可惜妻妾太多，子孙斗得跟乌眼鸡似的，还不争气，门庭怎么可能不败落呀？柳杏儿就很无语。等船靠岸，六子已经带人等着了。京城的码头是真的繁华，柳杏儿就被这旺盛的生命力给冲击了。这里虽然属于京城管，但距离京城还有1天的路程，我们先安顿下来，明日或者是后日再往京城去。行，都听你的。到地方了。陈虎牵着他的手进了宅子。祖上留下来的产业不大，就2进，挺漂亮的。你喜欢就行，这里没人住，摆设就很寒酸。回头咱们去买点金啊玉啊的什么的，摆上就好看了。别瞎折腾了，反正又住不了几天。你要是喜欢，就多住几天，不耽误你的正事儿。就算是再喜欢，这里也不是家，住多久早晚咱们都得回去。行，听你的。陈都头不打算好好说说吗？当初我刚跟你的时候，村里都说你瞅着能挣钱，可实际上却穷得很，家里有许多的拖累。可现在看来，你可是有祖产的人，在村里的日子不可能过成当时那样。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厌了，跟家里断了联系。3个孩子是我捡来养的，他们的身份见不得光。你还有家人吗？没有，只有些旁亲。说起这些，陈虎脸上的厌恶简直掩饰不住。柳杏儿觉得自己懂了。那这次上京他们会发现你吗？都住进祖产了呢。这房子我让人转卖了几次，眼下是你的名字，不止此处，京城的也一样，地契在村里，回去给你。柳杏儿噎住。我现在就是光棍一个，啥也没有，你可不许把我扫地出门啊。你要是不听话，我就把你扫地出门，然后拿着你的钱吃香的喝辣的，再养几个。你敢？我是喂不饱你还是咋的？竟然还想着养面首。你太粗鲁，我想要彬彬有礼的。陈虎一把抱着柳杏儿，在他脸上啃了一口，啃完就跑。我不回来吃饭了。属狗的！你让人伤了本公子，竟然还敢来！六子，哎呀，大姑娘啊，这人太凶了，我们的人去帮忙都被打了。不是说县令大人到了吗？对，我们的人看到了大人的遗诏。宣大姑娘点了点头，她进了大堂，就朝着柳杏儿和陈虎那边看去。男人对女人很是殷勤，又是端茶递水，又是递帕子，一副恨不能连茶水都给女人喂进嘴里的模样，心中就很不是滋味。他的未来虽然有一辈子的荣华富贵，可是却要守一辈子的活寡。但他嫁进战王府，给已经亡故的战王当妻子，是唯一能够拯救家族的途径。皇帝对自己这个17皇叔十分尊重爱戴。战王失踪这么多年了，直到今年皇帝才愿意宣布他的死讯，并在勋贵中选人赐婚给战王做战王妃。战王当年的名声多响亮啊，他打的仗就没有输过。只可惜他老人家6年前就失踪了，一直杳无音信。战王没有王妃，没有子嗣，他留下来的财产据说富可敌国，
顺安伯府能让皇帝下旨赐婚，是因为顺安伯懂了皇帝的意思，等他进府当王妃，会将府里80%的财产捐献给国库。县令，抓住他们，他们想杀了我！大人，咱们今天是来抓他的，不好节外生枝啊。本官知道。见过县令大人，我是宣顺安伯府的大姑娘，此次是我三哥奉皇命回老家接我回京，和战王殿下完婚的，但却在返途中遇到水匪宵小，重伤我三哥，并杀了数名船工，还请大人将此2人捉拿归案。抓了他们，打死他们，让他们不把好吃的东西让给我。你不抓他们，我就让你丢官。县令头大，战王妃他不想得罪，可是金陵卫的人他不敢得罪呀。带走！你们怎么抓我呀？该抓他们！县令大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宣什锦是大理寺要的人犯，宣大姑娘有什么问题，可以直接去问大理寺。至于这2个人，建议宣大姑娘直接去京兆府或者是大理寺报案。县令说完就钻进了轿子。县令在赌这个宣家大姑娘还没有进门的战王妃刚不过金陵卫。柳杏儿和陈虎看完了戏，也起身离开。战王他老人家很厉害吗？皇帝居然要给一个死人娶妻，皇帝得多敬重这个长辈啊！厉害吗？一般般吧。谁跟你比都是一般般，人都死了，皇帝还搞这一出，这老头死了还耽误姑娘。陈虎的嘴角抽了抽，耽误谈不上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去京城你就知道了。传言战王富可敌国。我懂了，既是富可敌国，皇帝不可能不垂涎，但是呢，他要脸面，所以就给战王找一个破落户出身的妻子，等人进门跟灵卫磕头成亲，完成婚礼，然后以女主人的身份献上家产，这下里子面子都有了，跟战王府联姻的人家也能得到实惠，皆大欢喜。我媳妇儿最聪明，你们的身契在娘子手里攥着，若是不听话，阳奉阴违，别怪老子把你们打一顿，再卖进煤窑。都听明白了？听明白了。这个宅子虽然小，但该有的都有，布置的也和京卫那边的宅子一样精致。你去找2家成衣店，让他们拿一些当下时兴的衣裙来给娘子挑选，要紧的是布料好。为何要买衣裳？在京城待的时间恐怕会很长，所以还是先置办一些好。想吃什么，我出去给你买。你随便买吧，京城什么东西好吃我也不知道。这一天天的就惯的你，这世上最难办的就是随便。嘀咕啥呢？不想买就别买，不劳动您。我想嘀咕就嘀咕，你让不买就不买，我不要面子的呀，我才是一家之主。主子，你总算是回来了。免礼，先坐吧，等等其他人。谢主子，您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啊？还好吧？日子还行，挺舒坦的。进来。属下见过主子，主子这些年可安好？过了一会儿，又来了几个人，全是穿的朝服，想来是接到消息就立刻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。一干人等都十分激动。桃花观的案子，宫里除了太后，还有谁沾了？回主子的话，皇帝沾了。皇帝沾的时间短，他也是无意间发现太后在用桃花观的丹药。不过皇帝使用丹药的时候，派我们去调查过。桃花观的妖道是如何炼制的丹药，他是知情的。这几年皇子们的动向，皇子们的身体一个比一个弱，已经陆续死了好些了，眼下就还剩下一个成王，一个安王了。上个月皇帝宣萧山王进京，萧山王也是病殃殃的，不过他的几个孙儿倒是健康，都在猜皇帝是不是想从萧山王的孙子中过继一个给成王殿下，或者是安王殿下。主子，皇帝这几个月动作频频，他还想给战王府塞个女主子。战王府的事儿先不管，到16年前的那件案子，账册我已经有线索了。你们盯好了顺安伯府，宣什锦的案子要办成铁案。季怀，你要命人往死里弹劾顺安伯府，逼一下，总会去找靠山的。是。行了，这一大桌子菜别浪费了，吃干净了再走。账我已经结了。他回去之后，金珠已经带着好几家成衣铺子的人已经来了。柳杏儿正在前厅选衣服，总觉得每一件都好看。女人买的天性，在不差钱的情况下，得到了极致的释放。我看还得再买些首饰配这些衣裳才是。你们若有相熟的银楼，叫2家送些实心的首饰来。
柳杏儿听到声音，抬头，她指着一边的椅子：“给你买的。”我又不缺穿，你买这么多干啥？陈虎嘴硬：“季都头不要，那这些就不买了，我还能省下一些银钱。”做人怎能出尔反尔呢？一会儿买一会儿不买，不是耍人吗？夫妻两个斗嘴，惹得屋里的这些人都掩嘴偷笑。午睡的时候，男人也要往床上爬。柳杏儿抬脚丫子抵住他的胸口：“去洗脚。”哎，有完没完？洗脚洗脚洗脚，一天到晚洗脚，都洗秃噜皮了。你也可以不洗啊。切，我才不会上你的当。不洗脚不给上床啊？用香姨子。知道了，谁家洗个脚丫子还用香姨子？你等会儿是要啃还是咋的？你要是愿意啃，别说用香姨子，洗完了我还给抹上擦脸的香膏子。柳杏儿放下帐子，缩到里面去睡了。可不能再接他的话了，再接下去，真不知道他还能说出啥来。江氏的房里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。江氏回屋的时候吓了一跳，他刚要声张，就被男人一剑抵喉。换成以前的农妇江氏，恐怕已经吓瘫在地了。你想干什么？但你杀了我，你也活不成。男人看着他，眼底闪过一丝意外。救我！你给多少钱？你知道救了我意味着什么吗？但只有钱的关系更稳固，以后你也没麻烦。你要多少？这时外头响起了一阵嘈杂的声音。10万两，帮我夺过去，帮我治伤。江氏傻眼，要是救了坏人，我可这是在作孽。哎呀，算了，先救吧。江氏想了想，把人拖进净房，放到浴桶里，房门被踢开了。啊！浴桶里的水是冷水，冻得他瑟瑟发抖，脸色发白。乍一看，真的很像吓傻了的样子。指挥使大人，你冒犯的是陛下师叔的母亲。你们要搜查叛党，一间间屋子好好搜查贫道没有意见，但你们要冒犯江夫人，那贫道只能是以死向师叔谢罪。对不住了，江夫人，在下是为陛下办事儿，还请江夫人海涵。滚！海涵个屁！你给老娘等着，老娘跟你没完！金陵卫指挥使严川只能带人离开小院，去别的院子搜查。来人呐，去把于先生请来，就说我病了。自然这个结果了，运势都会好很多。你帮他可帮得太多了，不然此次他必死无疑。你问他要了多少啊？我没问他要，是他自己说给10万两的。老先生，我要1万两就是了，其他的给您。见面分一半，咱们呢对半撇。没有你帮他遮掩，他也撑不到老夫来救他。只是他暂时不能挪动，只能住在你这里。这金陵卫一个个的都是狗鼻子，一点的风吹草动啊都能闻到味儿。不过你放心啊，那个叫严川的不敢乱来了。回头他来给你赔礼道歉，你别见他。你要记住啊，你被他吓出病来了。不过他送来的礼呢，不收白不收。行，那就收着。第二天，柳杏儿和陈虎到了清虚观，瞅见于半仙又老了些。您怎么？哎呦，哎，人老了都会变成这样的。我也就是头发白了，牙口还好得很。既然你来了，就得给我做好吃的。不过呢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娘病了，你在观中啊多住些日子，照顾照顾你娘。我娘病了，严重吗？于半仙没说，只带着他和陈虎去住宿的院子那边。这边进了院子之后，于半仙才压低了声音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。是他？哟，认识啊？镇国公，这人能挪动吗？能挪动，我给人挪走。能挪，死不了了。行，那我下山的时候把他扛走。那我去把他要用的药准备好，回头啊，你给一起弄走。没一会儿，有道童来禀报说，金陵卫指挥使来了。人家正主来了，你拿过人家的令牌招摇，就别出来了。我去把人给打发了。行，不过你不用惯着他，咱们不怕他。行。姑娘，本官金陵卫指挥使严川，昨日冒犯了江夫人，今日前来赔礼道歉。家母尚在病中，无法见客，还请大人回去吧。这些东西也请大人带回去，我不敢擅自替家母做主。礼送不出来，严川肯定会睡不着的。回到金陵卫，就让人把江氏这一家的调查记录全拿了出来。
一个乡间女子，丈夫是个小小的都头，不足为惧。此女绝色，用得好，对我的帮助巨大。先娶她娘，再将她送进宫。若妓女成了宠妃，甚至是皇后。言川想得极其美好，他回府就把丧妻的事情搞起走了。他竟然没有死。他盯着柳大富的背影，看见他走进了一家叫福来泉的茶馆。走，咱们跟上去，他现在肯定认不出我们来。江氏低头看了一下衣服，就点头应下。3个人跟着进了福来泉，只不过进来之后就没见着人。哎呦，3位客官是外地来的，这是第1次来京城啊？对啊，就打算买个宅子，再住段日子，熟悉熟悉京城，回头方便孩子来京城赶考。说起来，我先前好像晃眼看到家乡一个熟人了，结果这大堂里也没个人影儿。他家也是有读书人的，他家还有钱，他家孩子可是我们那条街头一个童生，只是后来举家迁走了。大堂没人，那肯定去雅间了。您说说，您看到的人是啥样？身量比你高，穿着一件湖蓝色百幅图案花纹的袍子。有这么个人，上了2楼的雅间。您需要小的去通报一声吗？啊，不必，我见他行色匆匆，不管是会客还是会友，我等都不便打扰，还是在这里等等吧。然后给金玉使了个眼色。人从后门走了，马车上挂着裴家的牌子，奴婢听裴家人称呼那人傅公公。他还真当了公公啊，我还以为他死了呢。当时劫狱的事情发生了，死了多少人呢？柳杏儿却有点兴奋。按道理来讲，就柳大富那种菜鸡，他很难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逃多远，况且他的身上又有伤。会不会因为他和被劫走的人是一间牢房，并且产生了什么关系，所以对方有人来救的时候，顺手就把他给捞走了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他现在是公公，是不是说明当初那个被关在县里监狱的人可能跟某个王爷有关系？劫狱的人都是山匪，反过来证明某位王爷和山匪有勾结。当朝的王爷可不多，皇帝子嗣不丰，好像就2个病殃殃的儿子，然后外加2个兄弟辈的王爷，剑南王和萧山王，会是谁呢？那为何王爷会派人去定陶县？定陶县有什么东西值得对方冒险的，并且还被抓进去了？哎呦，昨晚那火挺大，不过很快就扑灭了。哎呦，一场火引来了金灵卫，这火是救下来了，可是伯爷却被抓了。现在重兵把伯府团团围住，不知道这火烧出了什么来了。不是说顺安伯府的大姑娘是要做战王妃的吗？这下还做不做得成啊？她头天被人从2楼给扔到大街上，便是伯府不出事儿，估摸着皇家也不会选她的。愣着干啥呀？吃啊！老板，你再给我来几个3角油糕。哎，好嘞。顺安伯府的事儿很快就水落石出了，他家勾结贪官污吏不说，居然还勾结水匪。皇帝震怒，顺安伯被判斩立决，犯过事儿的男丁全部罪加1等，没犯过事儿的男丁和女眷全部发配边疆，褫夺爵位，3代不能科考。你是干什么吃的？你就在金陵卫里，你还是个指挥使，这么重要的情报怎么就没弄到手呢？属下失职，请王爷责罚。没有了账册，你就给老子编造一部账册来。被砍的人跟哪些人有牵扯，你心中可有数？王爷放心，属下心中有数。好，那本王就等着你的好消息。找到桃花观妖道的踪迹了。真找到了？那个瘪犊子玩意儿在哪儿？他一人吃2锅的饭，除了跟皇帝有一腿，还跟萧山王有一腿。萧山王想谋朝篡位，派人带妖道去了皇陵。难怪这些天的形象越来越诡异啊！原来是那个狗东西在动龙脉，就他也配当皇帝？龙脉被人为破坏，天下搞不好会烽烟四起，生灵涂炭。你要帮我进到皇陵里面去，还要帮我护法。您等我安排。萧山王进宫给皇帝献琉璃杯，皇帝很高兴，就给了萧山王一个差事。皇帝打算在京卫再建一座码头，靠码头这一片画出6里路来建城镇，具体怎么做，怎么安顿沿途的百姓，你去找工部尚书司农司卿以及京卫衙门商量。这个地点肯定是桃花岛的妖道选的，这是龙的7寸，
在7村的位置建造码头，这种卡脖子的事儿，哎呦，真是嫌弃自己死得不够快呀。建码头是卡脖子，修建城镇那就是再拔7寸的龙鳞，然后往里钉下无数钉子。哼，这一片都是良田，皇帝却要在这里建造城镇，又得有多少百姓流离失所？先生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去皇陵？老夫改变主意了，先等等，码头没建好，妖道的阵法不能成，老夫要偷摸在妖道快弄好的时候去稍微的改一改。你可以去那边看看，但千万不要出手啊。